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。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看图说话。今天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61区间套标准定位，定位标准图解分析示范6。这一课是有图的，就禅师是给配图了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还是借用了这位师兄或师姐，吟诗陪你禅声说禅的这个画的图呢？因为啊，他这里他把这个文字也加到这个图形里面来了，所以说对于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更方便，就不需要分屏，一边是文字，一边是图形，这样的话更方便一点。所以说我们还是借用这位师兄或师姐的这个图片，那么版权是他的，在知乎上，这个是他的地址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。那么第61课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，然后再跟这个图形进行一下这个结合图形来分析一下。要比较力度，发现背驰，首先要搞清楚是哪两段比较，对吧？你比较背驰的时候，肯定要有前后比较，你要知道是哪一段啊。你不能说这个这两段你去比较背驰去了，那就不对了。其实只要是围绕一中枢的两段走势，都可以比较力度。显然，对于60到65这个1分钟中枢，我们看60到65，60在这里，65在这里，50到60，55到60，55到60与65开始的一段之间进行比较，对吧？就是这段和这段进行，就是进入段跟离开段进行比较。在没有证据否定背驰之前，就要观察从65开始的一段其内部结构中的背驰情况。就是说，你不但要看本周期这两段，利用我们的这个工具黄金分割扩展器或者叫斐波那契扩展器，你比较它们的空间，谁的空间大？目测现在是进入段的空间大，离开段的空间小，那么这个是有背驰的。但是呢，你还要看它内部，还要观察从65开始的一段的内部中的背驰情况。这种方法可以逐次下去，这就是区间套的定位方法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，能够让你定位到最后这个背驰点。这种方法可以在当下精确的定位走势的转折点。这个好处就是你能够你的卖出的位置跟这个拐点能非常非常接近，不能说你每次都100%的卖在拐点上，但是非常接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或者说你买在非常接近这个拐点，也是这个方法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的。对于65开始背驰的内部走势，现在开始分析这一段。当下走到69时，从65走到69，并不构成任何背驰。为什么？就是说，从65走到69这三段的时候，它这个画线呢是线段。为什么说是线段？它里面这个小线是这个应该是1分钟的图。那么它利用这个在这个1分钟图上画线的时候，那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笔了。下面这个线段，下面这个线我们就把它当成笔。那么它连接这个就是线段，所以说它是为什么说用这个就是级别大的，就是我们当时在我的分析中大部分都用笔，但是因为我的级别大，我用的是这个最小是60分钟以上或者30分钟以上的级别，所以说我用笔来画这个够交易，这是为什么我一直用笔来这个画中枢。但是呢，在图形很小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看的是1分钟图，那么你用笔来交易的话就很不稳定。这个结构很不稳定，这是禅师说的。为什么笔是不能构成中枢的？必须由线段来构成中枢的原因，是因为笔构成的中枢非常不稳定，很容易被破坏掉。但是线段构成的中枢就不是那么的容易被破坏掉了。想破坏掉一个线段构成的中枢，它需要的能量更大。所以在小周期上，一定不能用笔来画中枢，而是用线段来画。那么它这里就是一个线段画的，线段构成的。
那么继续往下看，对于65开始的内部走到69时，并不构成背驰。看到这边，为什么没有构成背驰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他画的这个用笔画的，然后中枢在这里，然后呢，69这个位置又回到就没有脱离这个中枢，发现没有？就是从66、67、68、69还在这个中枢内部，并没有打高点，并没有比如说64，如果说是这个中枢的最高的位置的话，你必须要突破这个64的位置。我们看这里。因为背驰如果没有创新高是不存在的，对吧？一定是出了高点之后，比如说到70了，然后因为它是从65开始的，你需要从65作为一个进入段，或者说如果说是都是在这个中枢里面延伸的话，那么就是69可以延伸过来，然后从69到70是离开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是一定是比较59到60，因为他们俩的这个级别是相等的。你如果说想比较65的话，那你就需要从65到70，然后55到70，他们俩的级别是相同的。就笔和笔可以比较，线段和线段可以比较，所以一定是级别相同才能比较。所以只有等到70出现时，大盘才真正进入背驰的危险，对吧？因为70这个位置是出了高点的，那么它是跟这个59到60的话，看上去的话，这个后面这段短一点。好的，这是第一张图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而71点还是围绕刚才那张图，而71点就是离开。现在我们看的这是65开始的，注意，我们把它这个回去再看一下刚才那张图。现在分析的重点是从65开始断开，只分析65右侧这些是下一张图，记住了。我们现在分析是从65开始的这个离开段、背驰段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个背驰段这张图，也就是这个位置是65开始的这个背驰段，然后它有技术段，也是构成中枢离开，然后回来。71点构成66到69这个1分钟中枢的第3类买点，这个就是次级别离开，一个次级别回拉，构成的一个3买，这都很简单。如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缠论的这个概念之后，在这个固定的图形上，应该都能把它找出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你已经对这个缠论的这个理论已经不是那么陌生的话，而实际中不难发现，71开始的走势力度明显比不上69到70，对吧？就71开始的这段明显比不上69到70，那么69到70就是这段。其实这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说的这个，有一个中枢之后，这是一个进入段，有中枢，然后离开，然后开始走浪形，对吧？就是这种。那么它这个回来有3买了，然后可以3买转1卖，那么这3段你要去比较这个背驰去，就是从69到72，就是这么一个比较方法。因为后面这段比前面这段弱，也出现了这个盘整背驰。而对于65到66、65到66段69开始的走势力度明显比不上，对吧？就是说69开始的这个，就是这2段，也是针对这个中枢进入段、离开段比不上。这两者下面对应的 MACD 红柱子面积之和可以辅助判断，对吧？你可以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MACD 给它补上来，上面的一加，你看它是3堆儿，对吧？还有这里还有一点4小堆儿，2个大的，2个小的，那这后面的话只有一大一小，所以明显这个在0轴以上就上涨的时候，你只看0轴上面的，把这些柱子的面向加，那么后面这个一比较的话，明显是后面这个小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它是有背驰了。所以说这是用 MACD 红柱面积之和来辅助判断，一定要把这些面积都加起来，而不是只看一段。我们再看它这个文字，
因此65开始的走势，65是第一重背驰段，就是这段就整个这些是第一重背驰段，而69开始的69在这里是第二重背驰段，就是这一段，它的级别是不同的。这个65开始的这个级别大，那么69开始的这个是次级别的，所以说它是第二重背驰段，也就是65开始背驰段的背驰段，对吧？是背驰段中的背驰段，而71在这里，我们先说了65，再说了69，现在又说71。71开始是第三重背驰段，就是这三段去比较背驰，也就是65开始的背驰段的背驰段的背驰段，对吧？三重背驰。最后，当下考察71开始的走势。现在我们到这儿了，开始考察最后这段了。从走势上，红箭头以及 MACD 上，红箭头可以当下知道71的内部出现，也就是第四重的背驰段出现了，就是背驰段，就是背驰段中的背驰段的背驰段，然后它的里面又有一个小背驰段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是第四段，第四重背驰，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，它可以利用这个区间套层层降低级别，能够定位到非常小的周期。你只有这种方法，你才可能卖在基本上拐点的位置，或者说离拐点非常近的位置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么还是这张图，对于实际操作，72四重背驰点出现后，卖是唯一选择，而区别只在于卖多少，因为它这个周期小啊，对吧？它里面这个线是1分钟的，然后这个线是，这个线段可能是5分钟的，所以这个级别是很小的。唯一去选择就是，区别就是卖多少，看你的这个对这个有一些，比如说比较小的震荡是在你的忍受范围之内的，你可能都不操作。当然，如果是按5分钟级别以及以下操作，当然会全卖了，对吧？如果说5分钟是你的操作级别，那你肯定就全卖，因为后面至少会形成5分钟的中枢震荡。实际上，60到69就是一个5分钟中枢，60到69，对吧？就是这个。而对于大级别操作的，显然不可能因为一个5分钟震荡而清仓，因为它太小了周期啊。你想大周期，大资金它想进想出都比较麻烦，不像小散户转身比较容易。那么，是可以全仓进行操作的，所以可以根据5分钟震荡，可容纳的数量进行对冲操作。再往下看，如果说72的判断有难度，需要知道区间套的精确定位，那么74的第二类卖点就一点难度没有了。74在这里，对吧？这个72是一卖的话，那么74只要反弹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，就是二卖。唯一有点需要分辨的就是，这第二类卖点同时又是一个1分钟中枢的第三类卖点，究竟哪个中枢？显然不是70到73这个，因为这里需要满足结合律。他说的70到73在哪里？70在这里，73在这里，就这段这个反弹不是这个走势的三卖，为什么不是？因为禅师说过，想要构成这个三卖的话，需要有5段次级别。你看这里有写，一个第三类买卖点至少需要有5段次级别，前3段构成中枢，第4段离开中枢，第5段构成第三类买卖点。其实这里的答案很简单，74就是69到72这个中枢的第三类买卖点，69在这里呢，所以是这个的中枢的三卖。我跟大家其实在做解盘的时候说过这个很多次的，有过很多类似这种情况，比如打了高点之后，我们把这个中枢借用过来，那么这个下穿这个中枢之后的一个反弹就是三卖。那么前面针对这个一卖的话，它又是一个二卖，所以说它是一个2、3买重合的一个卖点，对吧？
所以这就是这个三脉怎么来的。那么在禅师这个例子里面，又一次充分的这个解释了，必须要有5段，对吧？前三段构成中枢，然后第4段离开，然后第5段返回来回撤。也就是说，74既是一个第2类卖点，又是一个第3类卖点。以前的课程已经讲过，一旦出现2、3类买卖点同时出现的情况，往往后面的力度值得关注，对吧？它出现了2、3脉重合的这么一个位置之后，你看到后面杀的特别快，力度非常强。所以一旦出现2、3脉重合的位置，你是尽量要参与的，因为它后面如果说上涨的话，那力度是非常强；下跌的话也是基本上就是暴跌。好的，我们还有一张图。那么在这张图上还是这个例子，禅师说，对于60到69这个5分钟中枢，60到69这个5分钟中枢，69的4244点，4244点是一个关键的位置。如果在其下出现第3类卖点，那么走势至少将扩展成一个30分钟中枢，调整的幅度和压力就大了。因为这个是4244点是这个中枢的下沿啊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说在它的下面形成3脉的话，就是基本上砸到这个下面，对吧？那就中枢扩张了，或者说就是形成了2个走势类型的一个连接了。就是前面这里是一个走势类型，然后走反向，那这样的话它的震荡幅度肯定大了呀，对吧？因为是2个大的走势类型的一个连接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4244点的这个技术含义。而对于72开始的走势，73很重要，要重新走强，必须冲破73这一点，而该点位置恰好也是4244点，因此短线的4244点十分关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图看着好像挺复杂，但是其实并不，我们这样一分解的话，其实并不难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刚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禅师原文的一个分享，看一下下周最重要的事情要来了。周三，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，现在市场预期是降25个基点，还要看这个答记者会，看看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的发言呢，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，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出来。主要就是今年剩下的时间是要再降1次还是再降2次，主要就是这个。那么周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零售数据，然后周4的话还有一些就业数据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周三这个，对吧？所以说周三当天的波动肯定是会比较大的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，先看一下标普月线最高点6600.21，对吧？本月已经涨了1.92%，还是在缓慢上升，没有出现任何的衰竭迹象。那么现在就是 MACD 稍微有点弱，但是这个柱子的面积，然后这个快慢线的高度，现在有一点点这个跟前面这段比较的话是有点弱的。其实它就是在周线上。现在虽然说我们看的是月线，它其实表达的是周线，因为它这段下跌的太强了，对吧？但是在月线上，顶分型还没有出现，任何的转折你都需要有顶分型，或者说底分型。现在顶分型没出现，那就看9月份，或者说等本月，因为还有2周的交易日嘛。2周看这个月线的收线能收成什么样，看它是能收成一个十字星啊，还是说因为这个利率决议继续大涨，还是说是收成一个比如说这种 K 线下影线非常长的，那就是说明往下砸的力度可能比较强。所以说看这个月底的时候看这个收线收成什么样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任何情况，对吧？看着认不出衰竭的情形。周线，这我们就比较熟悉了，3491这里。大 A 大 B， 然后现在开始走这个离开。那么我们之前也测过等比例，如果说你非要说它能涨到哪儿，或者说到哪儿可能有压力的话，我们是比较了进入段跟离开段，6823就6800
是这个附近是一个潜在的压力的位置。至于它能不能够到，或者说不到那个，或者说那个是不是能突破它，还是说不到那个位置？除了看本周期，我们还要结合它的次级别，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高亮一下。那么对于日线上这个结构，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4835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，对吧？那么这两个中枢是有这个高低点接触的，而且这两个中枢是2小时的中枢，是出现一个中枢扩张。那么针对这个2小时最后一个中枢，我们之前也是看过的。那么针对这个中枢离开，现在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三买，或者说三卖，或者说拉回来，对吧？都没有出现，就看这段现在它的这个一个内部结构。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是大概看了一下，我们再次复习一下。现在看的周期是2小时，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有没有结构。1小时的话是一个五浪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现在1小时上有一个五浪结构了。那么在周五收盘之前又出现了顶纹型，就看这个结构，它的这个内部结构，你看它这里有一堆 K 线在这里，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小中枢，在5分钟上肯定是有个中枢的，然后出现了背驰，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顶纹型。那么看这一笔的回落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碰不到这个高点的话，还只是一个第6笔回调，还可以有7，甚至有8和9。如果说回来的话，碰到这个中枢了，碰到这个高点了，那就会构成中枢。就是这里现在是有一个类中枢的，高点在这里，就是前面这个高点，这个区间是一个类中枢，对吧？它如果说回来了，但是不能把这个砸穿，或者说跌破了，但是没有力度也可以，比如说慢慢的、缓慢的到这个下沿了，然后看它再弹一次，对吧？那就会出现一个1小时的二卖，给你来做判断。但如果说力度非常强，这里是中枢，然后这个快速的压跌，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去，然后直接往下走，那就力度就很强了。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枢，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，来力度来辅助判断我们这个力度强弱。好的，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关注什么。那么我们在那个简单的还有一点时间，简单的看一下现在这个市场动能比较强的。那么在周四周五大家都没有提问这个特斯拉，但是特斯拉在周四是涨了6%，那周五是涨了7%，说2天加一块涨了10%几，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强的。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有一些朋友问，对吧？我们当时我给的结论是什么？它当时处于一个收缩整理，没选方向，它要么往上选，要么往下选，所以说它需要再次跌破273.22，或者说再次突破367.71才有方向，在那个之前是没方向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到了这个上沿之后才开始选方向呢？我们看突破这个位置开始出现选方向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突破了367.71之后，它这个就是周线上成比了，周线上出现一笔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是个什么结构，现在走的。现在看的周期是3M，也就是季度。在季度图上，特斯拉下面有一个季度的大中枢啊，这个是101.81是季度上的大三买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从季度图上101.81的上涨，你现在不能说它结束，它可以再次突破488.5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些 K 线区间之内没方向，在这个周期上是没方向，那么在小周期上是在做中枢震荡，它需要再次跌破这个位置。
需要再次跌破214.25，在季度图上才有下降一笔，或者说再次突破488.5，那就是这一笔的上涨的延续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在3M 上，也就是在季度这个周期上，它是没方向的。那么看一下月线上，从这个起涨点，我们把这个101.81这里画出来，就是主要是关注这个101.81右侧这些。月线上就是101.81，我们把它断开，就是101.81，就是我们要分析的 A0。每一段分析的时候，你都要选取一个 A0 点，A0 点就是这段走势的起涨点。那么在月线上，进入两段回拉构成中枢，然后现在是走月线的离开，发现没有？现在它走的是月线离开，而且月线上也成比了，从这个214.25这里生长出来的也够比了，我们把它也高亮出来。那么再看一下，它是不是要再次突破488.5，还是说被再拉回到中枢里来继续震荡，还或者说缓慢回拉不回来，形成3买再上去都可以，这3种情况都可以，甚至更极端，当然就是砸穿这个中枢走反向，对吧？都可以，那就意味着从488.5就断开了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走一个反向走势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就是这段，看它的内部，周线上还是一笔，从这个214.25上涨，周线上还是一笔，没有结构，看一下日线。那么214.25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了，这已经断开了。我们只关注214.25右侧，也就是说，214.25右侧在日线上这个结构不结束的话，那么它就可以维持上涨，直到再次突破488.5，就是小周期的一个震荡、一个波动、一个上涨，造成大周期的一个变化。这就是，这个走势是慢慢生长出来的，在它生长过程中，你没有办法预判它是不是能到这个位置，你只能一点点去跟踪它。那么在日线上的话，这是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做震荡，但是它这个震荡不够久。我们看这是进入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只有7段，然后开始走离开，对吧？而且最近2天的力度是非常强的。那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比较呢？就是看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。目测的话，这个离开段现在是短的，进入段是长的，但是这个离开段没结束啊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简单测一下，看一下空间有没有等比例的位置，潜在的压力位啊，对吧？468到468的话是跟前面这个进入段的空间是一致的，但是也没有突破488。但是这段谁知道它能不能够走到468，甚至走到500去啊？没人知道。那么再降低周期，看一下最后这一笔，这是离开中枢这一笔，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314，看一下314.6它的内部1小时。我们把其他的先清一下，然后314.6在这里一个回撤，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你也可以把中枢放在这里也可以，就是这个的，这样的话基本上每一次的震荡都在区间之内，你发现没有？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其实这个勉强算是一笔吧，那就变成9段了，你发现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就是9段升级了。所以说1小时上为什么能从这个位置起来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能从这儿起来？9段了，9笔升级了，这个是一个递归的，因为它是有包含关系，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，经过包含处理的话是不够5根的，对吧？只有4根，但是不做包含处理，用递归的话，这里是因为小周期上它肯定是可以以3笔来递归的嘛，所以说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个位置那么关键？原因它是9。那么现在开始离开，我们先比较一下在1小时上的进入段跟离开段。这个没有画上。哎，我们看为什么这根线那么强呢？对吧？因为它要突破一个重要的压力位，它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，所以说现在没背驰，进入段
离开段没背驰，那么没有背驰就可以一直涨，但是呢，它的如果说内部结构饱满了，上涨动能小了，它也可以回落。那么回落一样的，所有的方法都一样，对吧？图形上你看多都一样，回来了不回来3买，回来了继续中震荡，甚至砸穿。那现在不知道，需要去最后跟踪这一段。但是呢，虽然说现在是在388.19之上，这是这个传统理论说3根 K 线，就是现在的周期是1小时嘛。比如说3个小时收线都在388.19之上的话，就说有效站上，确实是现在是有效站上。但缠论是什么呢？缠论是一个次级别站上某一个压力位，然后还得有一个次级别回落。如果说这个次级别回落就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就没有效站上了，对吧？现在只是突破了，还没有回落的这个检测呢。那这就是下周要跟踪它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站上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下来的话就偏弱了，对吧？那么也是能够形成3买，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去测一下这个上涨的。比如说打个比方，这个位置是短暂的一个高点的话，看它回落的这些位置能不能够形成支撑，这些还都是3买，还可以再继续上。好的，这是这个特斯拉。下周是如果说你手里有的话，或者你想进的话，或者想操作它的话，可以跟踪一下，毕竟它现在表达的是强势状态。然后再看一个 Palantir 周五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。那么之前有朋友在问是在这个位置，问它能到哪儿到哪儿，对吧？因为它的周线上是一个，我们把这个周期调到日线上，因为周线上是一个5浪的一个结构，在周线上起涨点在这里，16.14。1、2、3、4、5，周线的第5笔，对吧？现在第5笔，这是我们关注的。它要想出现第6笔的话，需要跌破这个，跌破这个是第6笔，那它也可以是第5笔继续延续，也是一样没方向。那么看一下这个66.12，所以这2个方向你都要看。一要看66.12的上涨延续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在日线上其实是在做第5浪、第5笔。那么这个连中枢都没有呢，所以说再次打掉190的话，还是有很大可能的。现在已经顶到了60.618了，对吧？从这个反弹的位置，从142这个位置的话，现在已经顶到0.618了，一笔了。如果说下周再有点力度的话，比如说降息呀，对吧？那么再次往上走，那就能够站上0.618，那就再次去突破190了。那么在日线上是什么结构？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看它再回来，是不是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再上。所以说这个，虽然说帕兰提尔现在各种分析师都说它泡沫多呀这那的，但是你这个有没有泡沫？因为它里面的机构是非常大的。你小散户，你觉得哎呀，它的这个估值高了，或者说你觉得有风险了，你可以不进。但是你想要操作它，你就只能以当下价格操作。你不论它有没有泡沫，你想要交易它，你想要做空它还是做多它，你都只能以当下价格来交易。当下价格就是你的唯一的一个进出的一个标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啊，它有那个泡沫了，我要现在是171是它的这个收盘价，我现在认为它只有80块钱，我要以80块钱来交易，那没有人跟你交易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定是看当下。好的，这是这个 Palantir，就看它下周是不是要往上继续冲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，那么也是一样，现在这个离开明显是偏强的，在1小时上它是离开偏强。还有一点时间看一下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币吧。比特币也是小步慢爬，现在已经冲到了我们看这个高点是多少？116833。之前这个比特币它是出现了一个变化，就是从这个起涨点74420，这是进入段，然后构成中枢，然后出现了一个3买，就下面这个中枢是有3买的，然后一个离开，这是出现盘整背驰了。这其实是跟我们刚才分析阐释那个原文一样的。出现中枢了，然后离开，出现了盘整背驰，对吧？出现3买之后的盘整背驰，但是它这个回拉比较这个特殊，它砸掉了3买之后回到中枢里来了，这个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大周期了，就是扩张了，大周期的2个连接了。
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后面，它从这里断开的话，就可以是一个，我用另外一个颜色，就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生长，这样走，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盘整上接一个盘整下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个124.533这个最高点，这个反弹现在是在0.5和0.618之间，就看下周能不能够再往上突一突到0.618，但现在看这个偏弱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预测到底能不能够再次打高点。如果说能够再次打高点的话，那就相当于什么？就变了。为什么又变了呢？这是一个 A 中枢，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 B 中枢在这里，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，也是可以的呀，它也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。所以说这个反弹就非常关键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4小时起涨点在这个10250这里，这是起涨点，然后进入段构成中枢，然后啪4小时这一笔走的很强。我们看4小时最后这一笔的这个空间没有背驰，现在等比例在这个15343，也就是说4小时上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的话，离开段是没有背驰的。那就看下周或者说其他什么时间能不能有回落。那针对这个4小时还是3买，然后可能是到了这个联储的利率决议之后，可能打一个高点，那出现一个又是这种有中枢，然后有3买、有背驰的几个结构，看它以这种方式是不是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日线上的这笔上涨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现在4小时比特币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再看一眼这个以太币，以太币的话结构就相对的简单一点，因为以太币之所以简单，是因为它两个这笔回落它没有破坏这个3买，它是在上面做的中枢，它比这个比特币强。你看到没有？它这笔回落的时候没有砸掉这个3买，它是在上面做的中枢。那么这是一个 A，这是 B，但是呢，这种中枢反而更容易结束，这种中枢反而更容易结束。它的那个比特币这个，如果说能出现两个中枢升级之后变大的话，反而后面的空间更大，因为它升级了呀。但是以太币就不一样了，以太币它没接触，对吧？这是 A 中枢、B 中枢，然后两个中枢没有任何接触，一个趋势上，它这段反而可以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后期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，比特币那个两个中枢如果能够出现扩张升级的话，后期反而空间更大。那么它的话反而要小心一点。如果说这个中枢也结束了，可能要走 C 段的话，可能直接就完事儿了，这段上涨就结束了，可能后面跟它没什么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可能后面可能需要一个长的调整之后才可能往上走。这就是说，结构一旦达到很饱满的状态下，你的动能不够强，那你就上不去。说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呀，A 这个小 A 段，大 A，大 B，对吧？完全可以结束，直接掉头也可以，或者说给一个 C 段也可以。所以这就是在结构出现饱满度之后，你的操作的话需要相对的谨慎一点。这就是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币的一个差异。那么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其他的我们就不过多分析了，再见。